今天我们要聊一本神秘又传奇的古书《推背图》。传说在唐朝贞观年间，皇帝李世民召来了2位顶尖术士李淳风和袁天罡，让他们推演大唐国运。结果这2位大神一推到唐以后，写下了影响深远的预言奇书《推背图》。相传他们推算到武则天当皇帝时，袁天罡怕再泄露天机，赶紧从后面一把推李淳风的背，喊道：天机不可再泄。于是此书得名《推背图》。从此这本书流传民间，被奉为预知未来的经典。据说《推背图》总共60项，预言了从武则天时代直到未来上千年的重大事件。听起来是不是很玄乎？更神的是，其中许多预言后来都被认为应验了，历代帝王都把它列为禁书，但民间百姓对它趋之若鹜，谁不想偷看几眼未来呢？如今是21世纪的我们，再翻开《推背图》，不禁要问，这部千年奇书对2025年有什么预言呢？最近不少解读都把焦点放在一个词上，巨龙现身，而且说台湾将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巨龙，台湾，这听着就让人浮想联翩。难道2025年真会有一条龙跑出来，或者是暗指什么重大事件？别急，咱们今天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盘点推背图中可能对应2025年的那些预言，看看历史上的预言如何一一应验，对比当今风云变幻的全球局势。最后大胆畅想一下2025年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这一切将如何影响台湾的未来走向。首先，我们得搞清楚巨龙现身在推背图中指的是什么。在中国传统里，龙常被用来象征帝王或大国，而且12生肖中龙年往往意味着不平凡。2024年正好是农历龙年，而且是甲辰年，也被称为青龙年。巧的是，推背图第43项的预言诗中就提到，黑兔走入青龙穴，欲尽不尽不可说。黑兔指的就是2023年癸卯兔年，青龙指的正是2024年甲辰龙年。一句黑兔走入青龙穴，对应的正是2023年迈入2024年这个关键节点，听起来是不是很神？预言紧接着又说，欲尽不尽不可说，仿佛暗示某件大事到了将结束未结束的微妙时刻，但细节不可说。乖乖，这难道是在说2023年的乱局拖到2024年还没完？那么2024年巨龙出动又会掀起什么波澜呢？很多人据此推测，推背图暗示2024到2025年会是局势大变的时期，隐藏的巨龙将现身搅动风云。而在这变局中，预言特别点出了台湾的角色。既然提到了巨龙现身，咱们先聚焦看看推背图里有哪些内容可能对应2025年前后的时代。刚刚说到第43项提到了黑兔年转青龙年，也就是2023到2024年交替，这被视为一个重大转折点。预言诗后2句写道，唯有外边根树上30年中子孙结。乍一看有点费解，大意可能是在外面树根上结了果实，经过30年子子孙孙的累积。这被一些解读者认为暗示一个漫长的过程，从2024年开始的变化将在30年内逐渐显现结果。如果从2024年算起，30年后差不多是2050年代了。看来是在说一个长期影响的演变。不过30年太远，我们先聚焦眼前几年。第43项的主题被解读为两岸关系不再维持现状。预言的谶语有一句，君非君，臣非臣，始奸危，终克定。有人解释这是说海峡两岸当前的君臣关系错乱，按正统，中华民国台湾才是君，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按理应视为昔日的臣叛逆。但现实却相反，大陆自居为君，台湾反倒被孤立为臣。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一开始会经历艰难危险，但最终能够平定。怎么平定？诗的宋约提到了那句关键的黑兔走入青龙穴，暗示大变局从2023到24年开始。有人大胆推测，这可能意味着从2024年起，两岸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对峙将出现转机，不再是过去那种拖着的维持现状了。也就是说2024到2025年会成为两岸关系的关键转折点。巨龙现身，
很可能指的就是大陆中国这个巨龙在这一时期有所大动作，比如对台政策的重大改变，是统一还是内乱，咱们后面细说。总之，在预言里，这只出山的巨龙将深刻影响台湾的未来走向。除了两岸关系，另一个和2025密切相关的预言点就是科技与权力的博弈。翻到推背图第57项，据说主角就是台湾。这一项的谶语相当耐人寻味：物极必反，以毒制毒，三尺童子，四夷咸服。颂曰：坎离相克见天倪，天使斯人米杀鸡。不信其财产吴越，重阳从此集兵师。乍看像古文谜语，现代解读精彩极了。有学者指出，第57项的图画上画着一个3尺高的小童子手捧圆盘，盘中水花四溅。仔细一瞧，小童子的头发轮廓竟像印太地区地图，左边像中国大陆，右上像日本，右侧像北美洲，而小童子所站的位置恰恰就是台湾。天哪，一个小孩子代表台湾。没错，3尺童子正和幼童身高，也指代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台湾。他手里捧的圆盘被解读为台湾著名的晶圆半导体细片，圆盘里泼出的水寓意民主国家的民意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影射美国等西方力量。水从晶圆泼出，浇熄了熊熊烈火，那烈火暗指战争祸乱，也代表红色的中共。哇，这幅图竟描述了当今的芯片战争格局。台湾掌握先进芯片，美国等民主国家支持，使得缺乏顶尖芯片的中国大陆在军力上受限，点不着大战的火。所谓物极必反，以毒制毒，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以对手最依赖的东西反制对手。而3尺童子，四夷咸服，则夸张地表示小小台湾让四方列强都佩服又束手。听到这里，是否感觉汗毛都有点竖起来？1000年前的预言竟似乎画出了一个孩子端盘子的场景，而今天真就见证了台积电的晶圆让世界大国围着转。这一项暗示台湾在科技和国际博弈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足以左右兵戎之争。联系到2025年，正是美中芯片战白热化，各国抢先进制程的关键时期。预言似乎在告诉我们，台湾这枚晶圆也就是定海神针，能压制战争火苗的燃起。巨龙固然强悍，但没有心也就难以轻举妄动。综合这两项来看，推背图对2024到2025前后的图景仿佛描绘了这样一幕：国际局势风起云涌，大陆这条巨龙开始现身发威，两岸关系不再维持原样。但与此同时，台湾因其民主价值和芯片技术，成为制衡巨龙的关键力量。这听上去既像危机四伏，又像转机暗藏。至于具体会怎么发展，预言诗中没有 GPS 坐标，但给出了几个隐喻线索，供后人猜想。猜谜时间到。有解读认为，中科定表示最终局势会平定统一，多半指两岸统一，只是方式可能出人意料，也许不是武力，而是某种和平转机或内部变局促成。毕竟第43项预言结局是民主返魂，中华民国正统重新复位，也就是预示中华民国台湾作为正统政权将重回舞台中央。这可不是我瞎说，网上解读者甚至断言预言最终指向大陆走向民主化，两岸以民主形式重新融合。这剧情堪称神转折，原来巨龙现身不是为了吞噬，而是最后凤凰涅槃式的浴火重生，听得脑洞大开吧？还有更猛的猜想呢。另一份解读把目光投向推背图第48项，提出在龙年和蛇年，也就是2024、2025年，大陆内部拥护某人和反对某人的两股势力将斗争到白热化，甚至预言可能会有一位军事人物发动政变逼宫成功。这暗示什么不言而喻。也许2024到25年，中国大陆内部会出现权力斗争，可能有高层变局，俗称宫斗。如果真有这种内忧，加上外部压力，巨龙本身可能要先顾着窝里斗了。这反过来也影响两岸关系走向，内部动荡往往让对外冒险更不可测。一旦逼宫成功，新的权力结构是更强硬还是更开放？预言没有细说，但提供了一个大胆的剧情走向，让人不寒而栗又充满想象。总之，
巨龙现身4个字背后，预示的是2024到2025年中国及周边局势的大动荡与大变革，而台湾就在这风暴眼中。总结这一部分，推背图里对应我们现在这个时期的象，透出几个关键信息。其一，2023黑兔年至2024青龙年交接是转折点，世界格局进入新的阶段。其二，两岸关系可能再也无法维持几十年的僵局，面临重新洗牌。其三，台湾因为民主制度和芯片科技成了左右大战与否的关键角色。其四，中国大陆内部可能有激烈的明争暗斗，增添变数。这些预言要素听起来是否很像我们新闻中正在发生或担心将发生的事？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推背图过去那些已经神准应验的预言，验证一下它的靠谱程度，然后对比当今局势，看这些预言为何让人毛骨悚然，又期待万分。别看推背图说的云里雾里，但历史似乎一次次印证了它的神奇。要让大家相信2025年的预言有点门道，我们得先回顾几个已实现的经典预言案例，感受下古代预言家的脑洞有多精准。案例一，女皇武则天。早在推背图第3项就剧透了大唐会出现一位女皇帝。要知道，在男权封建社会，这听起来比科幻还扯。但预言诗里写道：日月当空，照临下土，扑朔迷离，不闻一舞。日月当空4字大有文章。武则天称帝后，创造了一个照字为自己名号，正是日月同辉的意思，象征她登基称天子，简直一语成谶。果然，公元690年，武则天打破惯例，自立为帝，成为中国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预言师还说她扑朔迷离，不闻一舞，意思是行迹难测，虽非礼堂宗室，却执掌武权。这不就是武则天？她出家为尼，又重返皇宫，诗句参变空王色相空，一朝重入帝王宫，正是生动写照。甚至窝窝沉鸡，孰是熊一句，用公鸡报晓，却不知雌雄做比喻，暗指武后临朝称制，让人分不清皇帝竟是女儿身。1000年之前预言女性当政，可把李淳风他们急坏了，难怪要推一把，不敢多说。历史证明，这项预言丝毫不差地应验在武则天身上。案例2，大清灭亡，帝制终结。中国几千年皇帝制度在哪儿断了？在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推翻了3000年的帝制，建立了共和国。推背图第37项正是预言了这一巨变。谶语写道：汉水茫茫，不统计统，南北不分，河中共济。这说的是什么呢？有人解读汉水茫茫指清朝最后的统治摇摇欲坠，不统计统暗示皇帝没了，却还出现新的统治形式，继承共和政府，南北不分。河中共济则指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各省共和。更绝的是宋约里一句：水清终有节，倒戈逢8月。水清就是清朝，终有枯竭的一天。果然，清朝于1912年正式灭亡，3000年帝制走到尽头，而倒戈逢8月被认为暗指武昌起义。最后一句：海内竟无主，半凶还半吉，描绘民国建立初期天下无皇帝，有动荡也有进步的局面。这一项活生生写出了辛亥革命推翻皇帝，建立民国的历史场景。而推背图早在1000多年前就预告了水清终有节，不得不让人叹服。当时的帝王要是看懂这句，只怕睡不着觉。案例3，抗日战争与日本投降，近代史上最悲壮的篇章之一。8年抗战也在推背图中留下了神迹般的预言。第39项，预言抗日战争及日本战败。谶曰：鸟无足，山有月，去出生，人都哭。看不懂。拆开来，鸟无足，山有月，合在一起是个岛。字谜，那只无足之鸟和带月的山拼出岛，指向当时侵华的岛国日本。紧接着续出生，人都哭，简直令人起鸡皮疙瘩。旭日初升，那是日本国旗上的太阳，日本侵华宛如一轮旭日升起，但所到之处，人都哭，生灵涂炭。诗的颂更直接：一声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没。金鸡指公鸡啼鸣，也影射中国版图像一只雄鸡。公鸡一叫，
意味着胜利的曙光。日已没，太阳沉入大海，日本战败投降。而且历史上，日本正是在鸡年1945年乙酉年有为鸡宣布投降，验证了预言中必至酉年始得平的说法。想想看，日军侵华时，很多中国人悲愤交加地说东边出了个日本小太阳，结果推背图早就预言这太阳终将坠落大海。这项预言的意象之准确生动，令人不得不佩服古人妙笔。案例4，文革10年浩劫，新中国成立后的大事件，推背图也有涉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第41项，预言了1966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谶曰：天地晦茫，草木播植，阴阳反背，上土下日，真是一句顶1万句。天地晦茫，描绘天下昏暗愚昧，日月无光；草木播植意指红色，造反派如野草蔓延；阴阳反背，上土下日更是形容乾坤颠倒。本应在上的日代表阳，被踩在地下，泥土阴反倒盖在天上，这不正是文革秩序大乱，黑白不分的写照吗？宋曰更直白：帽儿须带血无头，手弄乾坤何日休。所谓帽儿带血无头，指当时人人头上被强行扣帽子，遭残酷迫害，多少人冤死，连头都保不住。手弄乾坤何日休，暗指有人玩弄权柄，把天下翻来覆去折腾不止。这明显对应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整个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还有99年成大错，称王只合在秦州一句，其中99年被解读为从1871年到1970年之间的某个重大错误决定，而称王只合在秦州，据说影射四人帮最终被抓进秦城监狱。文革结束后，四人帮确实在北京秦城坐牢，这项预言之精准，让很多知情者冷汗直流。当年帽儿戴血无头的疯狂岁月，推背图里早有警示。通过以上几个例子，我们看到推背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多次预测命中重大事件，女皇登基、皇朝覆灭、外敌入侵、内部浩劫，无论是武则天还是辛亥革命，无论抗日战争还是文化大革命，都能在书中找到对应暗示。这也是为什么历代都有不少人痴迷研究推背图，希望从中找到对现实的启迪。有人统计，在前56项中已有大半被印证，当然也有一些项的解释存在争议，但总体来说，它描绘的历史发展顺序与实际历史惊人的吻合。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既然过去的预言这么神，那对未来的预言会是真的吗？这正是让人既好奇又忐忑的地方。现在我们站在2025年的门槛上，再回头看推背图那些尚未完全应验的项，比如前面提到的第43项、第57项，是否也在逐步变为现实？让我们对比当前的全球局势，看看有哪些迹象和预言中的描述不谋而合。好啦，玄幻的预言和真实的历史我们都过了一遍，接下来是时候将目光投向眼前的现实世界了。2025年近在咫尺，当前全球局势可谓风云变幻，大国博弈加剧，科技日新月异，社会思潮涌动。我们试着从地缘政治、科技变革、社会发展这几个角度切入，展望2025年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并思考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台湾的未来走向。21世纪20年代可谓进入了新的冷战阴影下的大国博弈时代，一边是崛起的东方巨龙中国大陆，另一边是守城的西方雄鹰美国，再加上北方的北极熊俄罗斯，南亚的新兴巨人印度等，国际政治舞台上群雄逐鹿，竞争态势日趋激烈。2022年以来，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俄乌战争和美中对抗。2025年，这两大博弈可能进入新的阶段。首先看俄乌战争，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欧洲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冲突。这场战争到了2024年底仍未完全平息，不过有迹象显示，俄罗斯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寻求止战，而乌克兰在西方支援下也展现强大战力。不少分析预测，2025年俄乌有望进入谈判或冻结冲突的状态。推背图虽然没明确提俄乌，
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这场战争是冷战旧怨的延续，也是美国和俄罗斯在欧洲博弈的一部分。战争的降温将使美国可以把更多注意力转回亚太，而这恰恰可能让台海局势更加紧张，因为美国腾出手来更加聚焦应对中国，而中国则早已磨刀霍霍，视台湾为心头大事，一方想守，一方想夺，台湾无疑处在两大巨兽角力的正中心。再看美中对抗，近年来美中从贸易战、科技战一路升级到地缘对抗，从南海到台湾，从经济到军事，两国关系降至数十年来冰点。美国在组建各种印太联盟，比如 QUAD 第四方、安全对话、AUKUS 联盟等，拉拢盟友遏制中国。中国则高调宣示民族复兴，在外交上更趋强硬。解放军频频在台海、南海军演，展示实力。可以预见，2025年美中博弈会更白热化。尤其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多次承诺协防台湾，而北京绝不放弃统一意愿，双方谁都不让步。推背图第43项提到两岸始艰危，就很贴切。未来一段时间，台海可能处于高度危险状态，一有闪失就可能擦枪走火。但预言也说了，中克定，说明最终能克服危机，得到平定，这让我们稍稍宽心，或许不会真爆发世界大战。不过在达到克定之前，那段艰危时期恐相当难熬。2025年可能正处于这个紧张对峙的阶段。现在美国频繁通过对台军售、国会访台等方式挺台，而大陆则通过军事围演、外交孤立来压台。这种针锋相对在2025年恐怕只增不减。乐观一点看，各方都还在试探红线，谁都不想挑起直接大战，因为后果太可怕。但悲观一点讲，这就像玩火，一不小心就可能失控。难怪有人拿着推背图找线索，希望能预知这一仗打不打。刚才预言给的暗示比较积极，有水泼灭火，还有内部可能逼宫，让局势变数，使对外冒险降温。如果这些应验，也许2025年台海能暂时避开大战，但局势会持续紧绷，不会风平浪静。中国大陆内部局势也是地缘政治的重要变量。2022年底，中国经历了白纸运动，显露民间不满。2023年经济下行压力大，失业率高企，房地产雷声滚滚。这些内部问题若持续，到2025年可能积累成更大的社会不安。再叠加前面提到的高层权力斗争传闻，大陆政局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如果预言的勇士后门入地宫真的发生，那对外政策也许会出现剧烈调整。有人猜想，新的领导层可能为了凝聚民心，反而对台湾更加强硬，以展示权威。也有人认为，新领导若倾向改革，可能缓和对外冲突，以换取发展喘息。这些都处于猜测层面，但可以肯定的是，2025年的中国大陆将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强势对外，严控内部，还是尝试调整路线，化解矛盾。无论哪种抉择，都会影响亚太格局和台湾命运。推背图中把这一时期描述的惊心动魄，比如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这可能影射用非常规手段除掉某个首领，避免更大灾祸。若真如此，那将是轰动全球的大事。我们静观其变的同时，也要为最坏情况做准备。总的来说，2025年的地缘政治很可能是危机与机遇并存。危机在于大国角力让世界更不安宁，台湾首当其冲地承受压力；机遇则在于变局中可能孕育出新的军事和谈判窗口。例如，俄乌停火后，美欧或许希望避免在亚太再起战端，可能对中国有所妥协谈判；又或者中国内外压力下选择暂缓对台动武，以经济利诱为主。这些都可能让台海在紧张中保持一种微妙平衡。不管怎样，台湾在国际政治棋局中的战略价值无疑提升了，谁得到台湾的合作，谁就多一分优势，反之亦然。这也解释了为何预言强调台湾是关键转折点，因为在现实中，台湾正是影响大国博弈胜负手的重要砝码。谈完国与国的较量，我们把镜头转向人类共同面对的另一场大变局——科技革命。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正处在几百年未有之技术大变革时期。人工智能、新能源、航天、生物工程，每一项都在快速突破，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也重塑着国际力量对比。2025年将是这些技术变革的加速之年。让我们抓几个最热门的来说。人工智能，还记得 ChatGPT 在2023年掀起的热潮吗？一时间 AI 要抢饭碗成为全球话题。进入2024到2025 AI 技术将更上一层楼，应用更广泛。自动驾驶可能开始在一些城市商业化运行。AI 医生、AI 律师，这些过去听着唬人的词可能悄然进入普通人的生活。甚至连创作领域 AI 都越来越能写绘画、会编程。有人调侃，未来最好的作家可能是 AI， 最懂医术的可能也是 AI， 人类要失业了。当然，现实没那么夸张，但人工智能确实在深刻改变社会分工。推背图有没有预言到这一点呢？有些解读者脑洞大开，把后面的第59项人类大脑联网时代视为对 AI 和脑机接口的预言。虽然后面的项太远，我们暂且不表，但细思极恐，照现在这发展速度，再过20-30年，脑联网也未必是不可能。2025年，我们也许会看到 AI 在不少领域超过人类水准。别忘了，科技进步既是机遇，也是风险。推背图第46项提到，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有观点认为，这描述的正是一种高科技杀人武器，比如人工智能武器或生物病毒，能无声无息置人于死地。科幻电影里 AI 失控、生化危机的桥段，我们不希望成真。但2025年起，各国对 AI 安全、基因实验的监管肯定会更严，因为技术的双刃性让人类既兴奋又害怕。总之 ，AI 将在2025年更加无处不在。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得与 AI 共处，而谁能在 AI 领域领先，谁就掌握未来竞争的主动。美国和中国都在拼命投入 AI 研发，这也是没有硝烟的军备竞赛。台湾虽然不算 AI 大国，但凭借芯片优势，也是 AI 发展的基石提供者之一。AI 再厉害，也离不开台积电的高端芯片啊，所以台湾在未来科技版图中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半导体与芯片，既然提到芯片，就不能不说芯片战。刚才预言第57项已经用形象的隐喻揭示了芯片之争的重要性。2025年，芯片技术将迈向2纳米乃至1纳米制程的冲刺阶段，台积电、英特尔、三星等巨头竞相研发新工艺。同时，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封锁可能进一步升级，包括限制 EUV、光刻机等关键设备出口等。中国则力图科技突围，投入巨资发展国产芯片。可以预料，2025年的芯片战会更加激烈，这不单是商业竞争，更被上升为国家安全竞争。没有先进芯片，军事武器、AI、大数据都成无源之水。推背图所谓奇才出吴越，指的或许就是东方出了一位芯片天才人物，让四方惊叹。而现实中，台湾确实因芯片成为各国拉拢的对象。美国甚至推动台积电赴美设厂，欧洲、日本也在争取合作，就是想削弱台湾这张王牌在大陆眼中的诱惑力和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垄断性。2025年，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芯片产能在全球分散布局，这对台湾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护城河变浅，机遇在于只要保持技术领先，台湾仍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玩家。此外，2025年量子计算可能取得新突破，各国竞逐量子芯片，先进封装 Chiplet 技术也将改变芯片生态。这些技术方向台湾都有布局。可以说，科技变革让小小台湾拥有大大能量，正如预言里说的童子手捧宝盘那样。新能源与气候，科技革命另一个焦点是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2020年代中期，各国都在加快向新能源过渡。电动车在2025年或许已相当普及，街头充电桩像当年的加油站一样常见，太阳能、风能装机容量屡创新高，新型电池技术可能取得突破，使可再生能源更高效稳定。核聚变实验装置也许在2025年取得里程碑式进展，让人类距离人造小太阳发电更进一步。清洁能源的推广不仅是经济技术问题，更关乎地缘政治。中东石油地位下降，石油美元体系可能逐渐松动，传统产油国需要转型。像沙特这些国家已在谋划后石油时代，
这也是世界格局潜在的重大变化。气候方面，全球极端天气频发，2023年各地就上演了高温、洪水、野火三重奏。2025年这样的趋势恐怕仍会持续，人类减碳努力短期难见效，但会更加迫切地合作应对。气候合作或许成为美中等大国少有的共同利益契合点，说不定能一定程度缓和紧张关系。推背图里有没有暗示这些？有人牵强地把青龙入海解读为洪水灾害、黄龙升天，比喻涅槃重生。虽然那属于演绎成分，但不可否认，未来自然环境挑战严峻，也将影响政治决策。例如，如果因气候导致粮食危机、难民潮，那比战争更可怕。2025年，全球对气候议题的重视只会增强，各国包括台湾都将投入更多的科技减碳产业。这方面，台湾的科技创新也能发挥作用，比如在能源管理、储能、电动车、供应链等都有不错基础。太空探索，别忘了仰望星空。2025年，人类的目光也将投向更远。美国计划在2025年前后实现阿尔忒弥斯计划，让宇航员重新登上月球。这将是自1972年阿波罗17号后，人类再次踏足月球。如果成功，这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大事。中国也不甘落后，正推进自己的载人登月和月球基地计划。此外，马斯克的 SpaceX 等私人航天公司不断创造纪录 ，Starship 巨型火箭如果能在2025年实现多次成功发射，人类前往火星的梦想就更进一步。推背图后面的像提及外太空文明入侵，听上去很科幻。不过我们不一定会遇到 ET， 但太空确实是下一片竞争高地。2025年或许会出现更多卫星、空间站、探测器在太空繁忙穿梭的新常态。值得注意的是，太空竞赛也有地缘政治影子，中美都想主导月球和火星探索，并拉拢伙伴形成各自太空联盟。比如美国的阿尔忒弥斯已有一堆盟友国家参与，中国和俄罗斯则计划共建月球基地。可以想见，未来连月球上可能都有2个圈子在比赛。在这方面，台湾目前角色不多，但不排除未来在卫星技术等领域参与国际合作，为自己打开一片新天空。科技一直是人类共同进步的希望所在，尽管有竞争，但我们也乐见国际合作在科技，特别是太空、气候领域有所增加。科技改变物质生活，社会变革则关乎人心与观念的演进。展望2025，人类社会在思想文化层面也在经历悄然的转型，几股浪潮值得关注。民主与治理，20世纪末被称为民主化第3波，但近年一些民主国家反而出现倒退或乱象，例如民粹崛起、社会撕裂等。2025年我们会看到新的调整。一方面，经历动荡后，不少国家在探索更有效的民主治理，比如加强法治、媒体素养教育、防范假消息对选举的干扰等。美国在2024年总统大选后，无论谁上台，都必须修复撕裂的政治生态，以免民主制度继续内耗。欧洲一些国家也在努力平衡自由与秩序。另一方面，威权国家内部的民主呼声可能更强，尤其是年轻一代，通过互联网接触外界，向往更多自由。这在中国大陆、伊朗、俄罗斯等地都有迹象。推背图预言的最终场景似乎是吴王无帝定乾坤，匹夫有责，一言为君，描述一个没有皇帝、人人参与公共事务的太平时代。这不正是民主理想吗？也许很遥远，但方向如此。2025年，也许会有新的民主浪潮苗头出现，在东亚、台湾和韩国、日本等成熟民主国家可能发挥示范效应，影响着邻国人民。台湾的民主之路走过风风雨雨，至今依然活力旺盛，这是其软实力之一。在大陆民间，或许也会有更多人认识到民主制度的价值。这种观念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但终将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价值观与社会运动，全球化让文化交流空前频繁，但也引发价值观碰撞。2025年，保守与进步2种思潮的博弈仍会在各国上演。例如，关于性别平等、LGBTQ 权利等议题，在一些西方国家已有广泛共识，但在其他地方仍有阻力。科技带来的伦理挑战也需要全社会讨论。
可以预期，新一代青年更加关心多元包容、公平正义等议题，他们勇于发声，通过社交媒体凝聚力量。社会运动将在数字时代呈现新形式，线上舆论与线下行动结合，影响决策者。环保运动、Me Too、反歧视等在全球延续，同时也有反全球化、本土主义抬头。这种多元声音此起彼伏，会让2025年的社会显得喧嚣又充满生机。推背图里说，匹夫有责，一言为君，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正是个体声音的重要性在上升。普通人的一句话透过网络可能引发巨大反响，逼得当权者也不得不倾听。这在民主国家早已如此，在威权国家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微博上一句实话，也许会成为全民讨论焦点，进而推动现实改变。当然，这种力量有好有坏，好的是监督坏弊端，坏的是如果谣言滋生，也可能酿成混乱。这就需要社会更成熟的媒介素养和理性对话机制。总之，2025年的社会变革更多体现为观念的变革，人们对权威的态度、对身份的认同、对彼此的包容度都在发生改变。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国家出现重要的社会改革或政策转向，正是过去忽视的问题。台湾作为华人社会中自由开放的代表，在这些价值观议题上其实走在前面，也许会对华人世界其他地区产生辐射影响。正如预言暗示民主返魂那样，一个地方的自由之火可能点亮另一个地方。经济与民生，说到社会，就离不开柴米油盐的民生和经济状况。2025年的全球经济形势，目前看存在较大不确定。2023到24年，不少国家经济下滑，压力增大，甚至有陷入衰退风险。通胀、高债务、供应链重组等问题困扰着各国。进入2025年，全球经济可能在调整中寻求新平衡。一方面，新技术和后疫情时代的新需求可能催生增长点，比如 AI 产业、新能源产业带动新一波投资和就业。另一方面，地缘紧张和贸易壁垒可能拖累传统制造业和国际贸易。对台湾而言，经济既有挑战也有亮点。挑战在于两岸关系紧张可能影响商贸、人才交流，但亮点是全球供应链去中化的趋势，反而让台湾企业有机会取得更多订单和投资。比如，欧美日可能更愿意跟台湾这样的可靠伙伴合作，而不是中国大陆。台湾的半导体、精密制造、绿色科技等都可能因此受益。经济好坏直接影响社会情绪。如果2025年全球经济向好，社会稳定度会提升；反之则动荡风险上升。推背图并未直接描述经济数字，但他关注民生疾苦。比如前面文革那项就在自省大乱给老百姓带来的伤害，现代治理者也明白这一点，尤其中国大陆高层深知必须稳经济才能稳人心。所以我们预计，无论国际局势多紧张，各国政府在2025年都会把提振经济、改善民生作为重中之重。民以食为天，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聊了这么多，我们终于回到今天的主角——台湾。在推背图的未来预言中，台湾屡屡被提及或隐喻为关键，一会儿是对峙中的正统军，一会儿是手握芯片的童子，总之存在感十足。那么放眼现实，2025年的各种变化对台湾意味着什么？台湾又将如何在风暴中发挥关键作用呢？让我们梳理一下。地缘政治方面，台湾无可避免地处在美中博弈的最前线。对于美国来说，台湾是印太地区自由民主阵营的一艘不沉的航母，更是高科技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台湾是祖国统一的最后一块拼图，也是冲破第一岛链，成为海上强国的战略要地。正因为如此，台湾的安危牵动着整个亚太局势。2025年，大国博弈有升温风险，台湾需要在安全上更谨慎小心。所幸的是，国际社会对台海和平的重视也与日俱增。预言中提到外边之水灭内火，现实里体现为国际联盟对可能的武力犯台形成震慑。2024年台湾举行了总统大选，新政府的两岸政策走向也将影响2025年的局势。无论是哪党执政，都必须权衡在主权尊严和避免战争间取得平衡。预言给台湾的结局似乎是好的，
但过程不会平坦。可以想见，台湾在2025年会大力加强国防，深化与美国、日本等安保合作，同时也尽量避免刺激大陆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就像在钢丝上跳舞，需要极大智慧。好消息是，以台湾社会的开放和创造力，完全有能力通过外交沟通和灵活策略来争取国际支持和自我保护并举。毕竟谁都不愿台海失控，那将是世界经济的灾难，光芯片断供就够大家喝一壶的。预言中，台湾被形容为能够让四夷折服的存在，或许指的就是台湾在国际上的道义形象和战略重要性，使各大国都不得不慎重对待。科技经济方面，台湾可谓立于风口浪尖，亦身怀利器。2025年，全球对先进制程芯片的需求只增不减，而台湾的台积电等公司仍然在技术上领先半步。只要保持研发投入和产业优势，台湾的经济在高科技领域就有坚实支撑。甚至有人说，未来几年将是台湾的黄金年代，因为全世界都需要台湾的技术，台湾有条件主导高端产业链，并获得丰厚收益。当然，前提是和平稳定的环境。如果发生冲突，这一切将毁于一旦。因此，台湾需要把龟盾发挥到极致，既是自身产业优势，也是安全筹码。预言里童子端盘浇灭战火，正是这个道理。台湾的芯片之盘不仅是经济保盘，也是让企图动武者投鼠忌器的护身符。2025年，台湾或许会继续推动产业多元化，避免过度集中单一领域风险，同时巩固在半导体的护城河，比如发展 AI、5G、精密机械、医疗科技等，成为各领域创新岛。经济好，民心稳，在国际上腰杆也硬。推背图其实对台湾的未来国运抱有正面态度，有解读指出后面的像有宝岛腾飞、海鱼称王的意思，预示台湾将迎来一个繁荣阶段。当下看来，如果台海保持和平，台湾完全可能在未来10年迎来新的腾飞，民主制度稳定，科技经济发达，文化多元开放，俨然华人世界中的一颗明珠。这样的台湾不但自身人民受惠，也将对周边产生积极影响。社会文化方面，台湾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韧性的社会，经历过威权到民主的转型，面对过内外压力的考验，台湾人民展现出乐观进取的精神。2025年，在全球巨变背景下，台湾社会可能会更加团结自强。一方面，外部威胁感会激发更多人关心政治与公共事务，凝聚台湾认同；另一方面，台湾多元包容的文化会继续吸引国际关注，软实力提升，例如台湾的影视、音乐、设计、美食等有望在华人圈乃至全球更流行，成为沟通交流的桥梁。这些年来，台湾在国际上赢得了善良力量的口碑，比如对抗疫的贡献，对人权的坚持，都树立了形象。预言所谓30年中子孙结，也许可以理解为台湾在未来若干年培育出的下一代将结出民主与繁荣的硕果，惠及华人子孙。这不是自夸，而是基于台湾已有的成就和继续努力。台湾年轻一代见多识广，勇于创新，也关注社会公平与环境，可谓前途无限。如果能善用全球华人网络和自身民主优势，台湾可能成为亚洲的创新中心和文化中心之一。这也是对抗强邻最柔韧有力的方式，以自身的成功赢得尊重，以价值凝聚认同。也许有一天，两岸人民会因为共同向往更美好的生活而走近，那时候统一也好，合作也罢，都将水到渠成，而不是用武力胁迫。推背图里的民主返魂隐约透出这样的希望，民主自由的精神重现中华大地，台湾正是承载这一精神的火种。如果2025年世界局势动荡是暴风雨，台湾的价值观与制度就是那定海神针，帮助自己也帮助华人世界稳住阵脚。综上，台湾在2025年的关键角色可以概括为战略棋子变战略支点，危机关头化解危机，价值灯塔照亮前路。听起来有点理想主义，但历史常常由理想照进现实。就像数百年前没人想到东海之滨的小岛会牵动超级大国神经，
但如今他做到了。同样，未来也许没人能料到，正是台湾模式为中华民族指明了一条新路。但推背图里似乎早有暗示，台湾要做的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站稳脚跟，手握科技利器，心存济世之志。如此，无论巨龙怎样翻腾，台湾自可立于不败之地，并有机会引导巨龙走向光明的彼岸。从唐朝的预言诗到眼前的真实世界，我们穿梭时空，看到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在这卷轴中，古老的推背图仿佛给出了隐藏的剧情提要，而我们这一代人正亲身出演高潮章节。2025年也许正是这剧情的关键转折，巨龙现身，风云际会，微与鸡同声。无论你对预言是否全盘相信，不可否认的是，其中许多洞见确实和现实惊人的契合。这种契合有时让人脊背发凉，有时又让人心生希望。毕竟在推背图的故事结尾，并不是世界毁灭或者黑暗永存，反而有着天下大同、生平治世的美好愿景。就像暴风雨再猛烈，终会过去，彩虹终将出现。预言只是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但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还是我们人类自己。回到我们关注的焦点，2025年的巨龙与台湾，或许未来1年并不会有神话般的龙真的出现，也未必会发生剧本式的惊天逆转。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1年对两岸关系、中国走向乃至全球格局都将是意义深远的。我们可能见证对抗，也可能见证妥协，可能面临挑战，也可能把握机遇。台湾在其中绝不是被动的看客，而是有机会也有能力塑造自己的命运。就像那手托宝盘的童子形象，台湾完全可以端稳民主与科技这盘宝，校对狂风巨浪。最后用一种轻松的比喻来收尾吧，如果把未来比作一出连续剧，那么推背图提供的只是模糊的预告片，真正的剧情发展还得看导演和演员。2025年的剧集无疑高潮迭起，但结局走向并非注定悲惨。也许剧本的最后一页早已写好，也许还有多种可能等待我们去书写。正如古人那句箴言，谶纬之言，信则有，不信则无。预言这东西，你信它，它就在那儿；你要是不信，也可以努力去改写它。对于我们这一代台湾人、华人以及全人类来说，更重要的是从预言中获得启发和警示，在现实中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与其坐等命运，不如积极创造未来。展望2025，我们心怀敬畏，也心怀希望。巨龙会现身，但我们不畏惧，因为手中亦有利剑和明灯。风雨会来临，但我们不迷失，因为脚下踏着坚定的道路。让我们以智慧和勇气迎接未知的挑战。或许多年后再回首，我们会惊叹，原来我们就是写历史剧本的人，而那些先贤的预言不过是给后人留下的益智谜题罢了。谜底如何揭晓，就让时间和行动去证明吧。现在是时候合上预言书，抬头直面现实世界了。无论命运之龙如何起舞，愿我们都能做掌握自己人生的小小预言家，在变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